个叫做 AJ-HK 的网上电台，也是自己家的，网上电台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就想和你聊一聊。说吧。我们特别注意到你对大地震的问题特别小心就因为我们都是 Twitter 每天都看见你把他们的名字都 post 在Twitter 就知道你对这件事比较小心为什么你什么会东西触动你有这个？我觉得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对一些最基本的事实从来是遮挡的。那么它最差的说是政府对人民是不相信的。那么同样呢，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人不重要，他们只是一些数字，死了5000，死了1万，死了10万，都是数字而已。那么实际上，一个集权政府，它就是在抹杀着所有的个人生存的细节，他们的情感，他们是谁，他们有什么样的气息，长成什么样子，在这些都是没有的，他们只是一个阿拉伯数字。那么实际上中国人本身自己也是这样，在这个对整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缺少一个非常真情的这种或者真心的去观察的。那么我觉得地震发生在我们周围，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幸。那么死去的都是一些很年轻的人，从3岁到19岁，他们都是独生子，然后他们的父母把全部的这个力量都放在了他们的成长的过程中，突然有一天消失了。那么这个消失是由于建筑的问题，这是很明确的是建筑的问题。但是政府为什么要在这种问题上要去做一个掩盖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可饶恕的一个问题。那么我当然去过震区，我看到了这些人他们的那个悲惨的那个状态，所以我觉得你批评来批评去，你不如做一件很具体的事情，问清楚这些人到底是谁，他们是叫什么，多大了，在哪所学校，在哪个班，怎么塌的，这个班里有多少人，他父母是谁。所以我们就做这个事情，做的时候就发现很困难。首先政府提供信息说你们这样做一定有什么别的目的，是不是反华势力，是不是这个有什么外国间谍，这是国家机密，觉得很好笑，让我们自己来做吧。我们在网上发动了这么一个互联网的一个活动，叫公民调查，那么很多人都报名。那么我们当然非常困难，因为这些人都不知道他们将面临什么。到那些最边缘的地区，在深更半夜去进村去访问这些人，经常会被警察抓走，把他们找到的名单划掉，把他们的录音给删除，把他们照片没收。那么我们一次一次的30多次被抓，最后还是找到了5200多个人。所以这个事情它不仅仅是对死者的一个尊重，同时也是告诉人们怎么样去行动，怎么样去把一件看上去不大的事情给它完成。说吧，比较清楚一点。说嘛，没关系。让多点人能够听到，因为很多人都没这时间。你觉得国家欠他们什么？我觉得国家欠的不只是他们，欠的太多了。国家完全的忘记了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为什么人在执政，到底他们权力从哪来的？那么对每一个人的最基本的信息的这种封锁和对这个新闻的这种封锁，实际上是剥夺了一个公民的行为能力。因为当一个人没有完整的信息的时候，你的行为实际上是
是有问题的。那么我们都知道什么人才会这样去做。我们看到北朝鲜会这样做，伊朗会这样做，古巴会这样做，中国会这样做。那么他们很简单，是为了维持什么？是为了维持一个政权的稳定。这个政权的稳定就是他们这个集团本身的利益。那么你为了这么一个利益，不惜牺牲一代人、几代人的这个知情权和他们的行为能力，那这样的政府当然是非常罪恶的政府。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很简单。对，你什么给你勇气？勇气因为很多老百姓都我觉得勇气是来自于一个做人的一个对生命的一个认识。因为生命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东西，生命都是被给予的，都不是我们自己争取而来的，都是我们就是生下来就接受了这个东西。那么我们这用一生来保护这个尊严，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做的，否则是太对不起自己了，也太对不起生命本身作为一个我们最大的财富。不要说这个是你父母给你的，而是它本身就是个奇迹。那么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那做人实在是就我觉得就很成问题了。不管你有多少学识，不管你有怎样的财富，你如果不能够为生命本身的尊严做出一些最基本的努力，说这样不行，这不是我们所能够允许的，那我觉得这是太大的问题了。我看过你不少的作品，最有印象就是那个书包排成的长蛇阵你创作的灵感是怎么样？我创作没有什么太多灵感的，我只是说用什么样的语言能够交流，能用什么样的语言能把信息传递给他人，让别人能够首先能感觉到语言的魅力，然后才去问这是什么事情，原来有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所表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感？我觉得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大地震纪念的日子，你有没有什么计划？我们没有什么计划，人家都说5月22你们做什么？我说对我们来说每天都是5月22，因为这个孩子的死去，他们的痛苦和他们的父母不是到5月22才痛苦的，是吧？当你晚上的时候觉得你的孩子再不回来吃这顿饭了的时候，我觉得每天都是一样的，对吧？其实，在香港也有很多 fans 就这现在的机会，你都有什么话想对香港人说？因为香港人现在其实在一个比较麻烦的状态。我觉得香港今天的这个状态也是来之不易的，是一个民主相对很自由的一个社会。当然，现在也受到大陆政治的影响很大。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机会，因为人生并不是都有这样的机会的，你可以有机会去了解还有什么样的政治，还有什么样的人生活在不同的状态下，能帮助他们做一些什么。这也是考验你一个人的能力和你的一个品质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时期。香港年轻人有这个机会，然后他应该珍惜自己的这个状态，然后为别人做一点，我觉得蛮好的，因为很多人没有能力做，对吧？我们希望来个公投你怎么看这个？太好了，我觉得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坚持的事情。因为我们一直不是太你们不能让别人把权利拿走，对不对？这个是天赋你们的一个权利。谁说什么都没有用处？这是你们要坚持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信仰，就是说一人一票，公投。有没有计划来做展览？因为上一次你在日本不是太那么容易我们就是因为香港的文化并不是那么积极，也不是那么主动的，我觉得这可能需要年轻人再起来，因为香港作为这么一个很有生命力的一个港口，在文化方面是非常弱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你们自己的问题。出版还是写作呢？出版主要都在国里。对，我觉得有了这个互联网以后，出版当然也需要，但是我今年秋天有这个 MIT Press 给我做一个我英文版的我的博客的一本书，然后我也什么时候？
今年秋天。今年秋天哦，我们这就期待了。对对对，是英文版的。都是你一定要来香港给我们签。可以啊，我们都是你的 fans，真是。好。